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加密星球。2021年的5月19号是加密货币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天。这一天呢，比特币从43000美元暴跌到了3万美元，跌幅达到了 30%。以太坊呢，从3400美元跌到了1900美元，跌幅 44%。但真正的灾难不是现货市场，而是合约市场。这一天，全网爆仓金额100亿美元，50万人一夜之间资产归零。有人呢把房子抵押开了100倍杠杆做多清零，有人呢把父母养老的钱拿来炒币血本无归，甚至有人因为爆仓选择了自杀。社交媒体上到处都是哭诉、绝望、崩溃的声音。但就在同一时间，交易所的合约交易量不降反而上升，因为有人在暴跌当中开了125倍的杠杆做空，一夜暴富1万美元的本金变成了100万美元。这个就是加密合约的交易，有人一夜暴富，更多的人呢倾家荡产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揭开加密合约交易的真相。我们将会谈到合约到底是什么，它和赌博有什么样的区别，为什么90%的玩家都会亏钱，什么样的人适合玩合约，什么样的人应该远离它，以及如果你真的要玩，应该如何降低风险。很多新手都在问合约交易到底是什么？我们先从最简单的来说起。现货交易呢，举个例子，你花了1万美元买了5个 ETH 涨到2200美元，赚1000块钱。ETH 跌到1800美元，亏了1000。很简单，你买多少就只能赚或者是亏多少。但合约交易则完全不一样，你不需要真的买5个 ETH， 你只需要交一笔保证金，比如说1000美元。然后呢，选择杠杆倍数，比如说10倍，系统会让你控制价值1万美元的 ETH。如果 ETH 涨 10%， 你的仓位盈利1000美元，本金翻倍到2000。但如果 ETH 跌了 10%， 你的仓位会亏1000美元，本金直接清零爆仓。这个就是合约交易的核心，用小钱来控制大钱，收益放大 N 倍，风险呢也同样的放大了 N 倍。我们来看几个真实的场景。场景一，10倍的杠杆，你有1000美元开了10倍的杠杆做多比特币，比特币涨 5%， 你赚了500美元，收益率 50%。 比特币跌了 5%， 你亏了500美元，亏损率 50%。 比特币跌了 10%， 你爆仓，本金归零。场景之二，50倍的杠杆，你有1000美元，同样的你开了50倍的杠杆做多以太坊，以太坊涨了 2%， 你赚了1000美元，收益翻番。以太坊跌了 2%， 你爆仓，本金归零。场景三，125倍的杠杆，同样的你有1000美元，开了125倍的杠杆做空比特币，比特币跌了 0.8%， 你赚了1000美元，收益翻倍。比特币涨了 0.8%， 你爆仓，本金归零。你看到了吗？杠杆越高，所需的正确幅度越小，但容错率也就越低。125倍的杠杆，价格波动 0.8%， 你就什么都没有了。而加密货币一天波动 10% 是常态，一天波动 30%， 这个也不罕见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高杠杆的合约它不是投资，也不是交易，它就是一场定时炸弹的游戏。你在赌，在爆仓之前，价格是否会向着你预测的方向去走。如果赌对了，暴富；如果赌错了，归零。这个就像俄罗斯轮盘赌，6个弹口1颗子弹，扣动扳机，你活了就能赚钱，你中弹就死亡，很可怕吧？但在加密的世界里边，每天呢有数百万人在玩这个游戏，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不可能中弹的，是幸运的。我们现在进入第二幕，合约的进化，从期货到永续，赌局升级了。加密的合约不是凭空出现的，它来自传统金融的期货交易。我们先来理解传统的期货。传统期货有到期日的合约。想象你是一个农民，你种了1000吨的小麦，现在是3月份，小麦呢还没有收割，但你担心6月份收割的时候价格会暴跌。现在小麦是1000元1吨，6月它有可能跌到800元，那你就亏了20万，怎么办呢？你可以在期货市场提前卖出6月的小麦期货，锁定1000元的价格。
到了6月份，无论市场是800还是1200，你都按1000元去卖，这个叫做套期保值对冲风险。但在这个时候，投机者也看到了机会，他们不种小麦，但他们买卖小麦的期货，赌价格的涨跌。如果赌对了，价格从1000涨到了1200，他们赚差价。这个就是期货市场的两面。对农民而言，它是风险对冲工具；对投机者而言，它是投机的赌场。加密期货2017年诞生，2017年的12月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CME 推出了比特币期货，这个是加密货币首次进入传统的金融市场。投资者呢可以做多比特币期货，赌比特币会涨；做空比特币期货，赌比特币会跌，再用杠杆来放大收益。但传统的期货里边它有一个麻烦，有到期日。比如说3月的比特币期货到了3月底必须交割，你要么平仓结算盈亏，要么就交割真的买入或者是卖出比特币。对投机者来说这个太麻烦了，他们只想赌价格，不想真的拥有持有比特币。其实早在2016年，加密世界就给出了答案。BitMax 率先推出了永续合约 Perpetual Swap，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到期日，你可以一直持仓，只要不爆仓就好。为了让合约的价格贴近现货的价格，系统引入了资金费率 Funding Rate 机制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合约的价格大于现货的价格，说明做多的人太多了，那么做多的人就要付费给做空的人，反之亦然。每8个小时结算一次，强制让价格回归现货。举个例子，比特币现货的价格现在是5万美元，永续合约的价格是51000美元溢价，这说明市场看多的情绪太浓了。那么做多的人就要支付 0.01% 的资金费率给到做空的人，每8个小时结算一次。这个呢就相当于做多的人每天要付 0.03% 的租金，做空的人每天能够收到 0.03% 的利息。这个机制呢让永续合约的价格始终围绕着现货来波动。永续合约推出以后，彻底改变了加密市场，因为它太方便了，不需要交割，可以7×24小时的交易，可以随时的开仓平仓，杠杆高达125倍，手续费极低，结果就是永续合约的交易量超过了现货市场。2024年全球加密合约日交易量2000亿美元，而现货的市场呢只有600亿美元。合约的市场是现货市场的3倍之多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加密市场已经从投资市场变成了赌场。大部分人不是在真正的买卖加密货币，而是在赌涨赌跌，而且赌注还放大了10倍、50倍、125倍。这个就是合约的进化，从风险对冲工具变成了全球最大的加密赌场。但问题是，为什么明知道是赌博，还有这么多的人去玩呢？我们进入第3幕，赌徒的心理与交易所的收割机器。让我们来做一个测试。假设呢，你手里有1万美元，选项 A， 稳定的理财，年化收益达到 10%， 1年以后呢，你就会拥有11000美元，选项 B， 开10倍的杠杆炒币，赌对了1周变2万，赌错了归零，你选哪一个？如果你是一个理性的人，应该选 A， 稳定、安全、长期福利。但现实是绝大多数的人会选择 B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人性。第一呢，损失厌恶。心理学家卡尼曼发现，人们对损失的痛苦感是收益快乐感的 2.5 倍，也就是说，亏1000元的痛苦需要赚2500块钱才能够弥补。这个导致了很多人亏钱以后不愿意止损，反而加杠杆，想一把回本，结果呢越陷越深。第二是赌徒的谬误，连续亏了5次以后，人们会觉得下一次肯定会赢，这个叫做均值回归幻觉。但事实是，每一次开仓都是独立事件，前面亏了5次不代表第6次会赢。第三是过度的自信，80%的人都认为自己的交易能力在平均的水平之上，但从数学的角度上去看，这是不可能的。结果就是大部分人高估自己，以为自己能赢，但统计数据显示，在合约的市场里边，90%的散户都在亏钱，只有10%的人赚钱。而这10%的人里边，大部分都是量化团队，用算法去交易，做市商赚取差价，资深的玩家严格的风控，
散户几乎没有胜算。更可怕的是，交易所设计了一套完美的收割机器。我们来看看交易所到底是怎么赚钱的。收入来源之一，手续费。每次你开仓平仓都要支付手续费，通常是 0.02% 或者是 0.05%， 看起来不多，但高频的交易者一天开仓平均10次，1个月下来，手续费可能吃掉本金的 10%。 收入来源之二，资金费率抽成，做多和做空之间的资金费，交易所会抽取其中的一部分。收入来源之三，强平收益。当用户爆仓的时候，系统会强制平仓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交易所可能获得剩余的资金，或者通过保险基金的机制从中获利。收入来源之四呢是滑点。高杠杆爆仓的时候，系统瞬间平仓，但在极端的行情之下，可能无法按照标记的价格平仓，最终的平仓价可能对交易所有利。想象一下，你开了100倍的杠杆，价格波动 1%， 你就爆仓了。而加密的货币呢，1分钟波动 1%， 这个太常见了，甚至有的时候价格会插针，这是瞬间暴涨或者是暴跌，然后迅速回归。很多人怀疑这些插针是交易所故意制造的，目的就是触发爆仓。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，但巧合也太多了。2021年某一个交易所在比特币暴跌的时候出现了30秒的宕机，等恢复的时候几十亿美元合约爆仓，交易所说系统故障，用户说你这是在收割呀。真相是什么呢？我们不得而知。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，在合约的市场，交易所永远是赢家。无论散户赚钱还是亏钱，交易所都能够收手续费，你亏的越多，交易所赚的越多，而你呢，只是韭菜，等着被收割。这跟赌局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们现在进入第4幕，什么样的人才适合玩合约？看到了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那合约就完全不能玩吗？答案是不是不能玩，而是 99% 的人不应该去玩。我们来做一个残酷的自测，如果以下的条件你不能全部的满足，那你就不应该去碰合约。条件一，你有闲钱。什么叫闲钱呢？就是这笔钱亏光了，不会影响生活，不会让你还不起房贷，不会让你吃不起饭，不会让你家庭破裂。如果你拿的是你父母的养老钱、孩子的教育基金、房子的首付款，那你根本就不应该去碰合约，因为合约的本质就是高风险的赌博，亏光的概率远大于赚钱。条件之二，你有成熟的交易系统。什么叫交易系统呢？包括入场信号，什么时候开仓，出场信号，什么时候去平仓，止损点亏多少必须离场，止盈点赚多少必须落袋，仓位的管理，每次用多少的资金。如果你的交易是凭感觉、凭新闻、凭直觉，那你必输无疑。条件之三，你有严格的风控纪律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很多人亏了 10%， 不舍得止损，想着再等一小会儿，再等一小会儿，可能就会涨回来。结果呢，亏了 30%、50%， 直到爆仓。或者说赚了 50%， 不愿意止盈，想着我再能多赚 5%， 多赚 10%， 结果呢，价格回调，利润全部吐了回去。真正的高手有铁一样的纪律，亏了 5%， 立刻止损，不犹豫，赚了 20%， 立刻止盈，不贪心。你能够做得到吗？条件之四，要理解杠杆的风险。很多人只看到杠杆放大的收益，却忽视了杠杆也存在着放大的风险。10倍的杠杆不是让你赚10倍，而是让你亏损的速度快10倍。如果你不理解这一点，就千万不要去碰杠杆。条件之五，你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。合约交易是反人性的，市场涨了你会贪婪想加仓，市场跌了你会恐惧想止损，爆仓了你会愤怒想报复性的去交易。如果你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那你就会被情绪所支配，最终呢输掉一切。如果以上5个条件你不能全部都满足，那我的建议是永远不要碰合约，远离合约就是远离深渊。你可能会错过暴富的机会，但你也避免了倾家荡产的风险。那么什么样的人才适合玩合约呢？第一类人是职业的交易员，他们把交易当成职业，每天研究技术指标、市场的行情、资金的流向以及市场的情绪，有完善的交易系统和风控体系。第二是对冲基金，他们用合约对冲风险，
比如说持有大量的比特币现货，在合约的市场做空对冲。第三是套利的团队，他们不赌涨跌，而是在不同的交易所之间做价差的套利，或者在现货和合约之间套利。最后一个是量化团队，他们用算法捕捉市场的微小的波动，高频的交易赚取毫厘之间的利润。你注意到了吗？这些人他们都不是散户，他们是专业的机构，有资金，有技术，也有纪律。而普通的散户呢，进入合约市场就像你拿着一把菜刀去挑战职业的剑客，你觉得你能赢吗？我们现在进入尾声，如果你真的还要玩，如何降低风险？如果你看到了这里还是要决定去玩合约，那我给你7条铁律。这些规则呢，不能保障你赚钱，但能降低你爆仓的概率。铁律1，永远不要用超过5倍的杠杆，10倍太高，50倍是找死，125倍那是自杀。5倍的杠杆呢，给了你足够的容错空间，价格波动20%你才会爆仓，而不是1%就死掉了。铁律之2，每次只用1%到2%的资金，假设你有10万美元，每次开仓最多用2000块。即使爆仓，你还有98000块钱，还能够东山再起。但如果你一次性的 all in 爆仓一次，游戏结束 game over。铁律之3，设置止损，并且严格执行。开仓前呢，就设定好止损点，亏5%自动平仓，不要心存侥幸，不要想着再等等，止损是保命的。铁律之4呢，是盈利了立刻提现一部分，赚了50%立刻提现50%，把本金拿回来，剩下的才是真正的利润，可以继续玩。这样呢，即使后面的全亏了，你也没有损失。铁律之5呢，是永远不要在亏损以后加仓。很多人亏了10%不愿意止损，反而加仓，想拉低成本，这个叫做越陷越深。正确的做法是亏了止损，赢了才去加仓。铁律之6呢，是远离情绪化的交易，不要因为连赢几次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天才了，不要因为连亏了几次就想报复性的交易。每一次开仓都应该基于策略，而不是你的情绪。铁律之7，定期的离场，强制性休息。交易不是7×24小时的战斗，每周呢留出至少2天，完全不看盘不交易，让大脑充分的休息，让情绪能冷静下来，这样你才能保持理性。记住这7条铁律，你的存活率会比90%的人要高。但即便如此，我还是要说，最好的策略就是不玩。加密的世界有太多更安全的赚钱的方法，定投现货，长期持有，提供流动性，赚手续费，参与 DeFi 的挖矿，获得稳定的收益，甚至你可以质押 ETH， 获得验证者的奖励。这些方式虽然赚得慢，但至少不会让你倾家荡产。而合约呢，真的是一个零和游戏，有人赚1块钱，就必须有人亏1块钱，而且交易所还要抽成，所以这是一个复合游戏。长期来看，只有交易所能赢，散户只是炮灰而已。想明白这一点，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远离合约，珍爱生命，这不是保守，而是理性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完整揭开了加密合约交易的真相。首先是合约的本质，它不是投资的工具，而是一个放大100倍的赌局，收益放大，风险同样也被放大了。第二是合约的进化，从传统的期货到永续的合约，从风险到对冲工具，到全球最大的加密赌场。合约市场的规模已经超过了现货市场的3倍。第三是赌徒的心理与收割机器，90%的散户都在亏钱，交易所通过手续费、资金费率、强平收益持续收割韭菜。第四，谁适合玩合约？只有职业的交易员、对冲基金量化的团队，普通的散户进入合约市场就是在送钱。最后，如果你真的要玩，记住7条铁律：低杠杆、小仓位、严止损、利益提现、不追损、控制情绪、定期休息。但最好的策略还是不玩。这就解释了几个现象：为什么2021年的519一天爆仓100亿美元？为什么合约的市场交易量远超现货？为什么交易所疯狂的推广合约？为什么90%的玩家都在亏钱？理解了合约的本质，你就能明白，这不是一个投资的市场，而是一个赌场。庄家永远是交易所，散户永远是韭菜。
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所帮助，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玩过合约吗？你是赚了还是亏了？有什么血泪教训想分享给大家？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，吃瓜群众自治社，入口在外网频道的主页。加密的世界慢慢变富，才是真正的暴富。远离合约，热爱生命。我们下期再见，谢谢，再见。